上面是上個月茅台酒廠召開股東大會時的一幕，董事長張德勤坐在中間，向股東代表介紹酒廠未來的規劃。這本來沒什麼特別之處，畢竟企業經營者與股東吃飯聊聊天是件再正常不過的事兒。但是有眼尖的網友發現，茅台請客吃飯竟然沒喝茅台酒，取而代之的是每人一瓶藍莓汁。在當時，這個事兒還引起了一陣熱議，解釋無外乎茅台要多元化經營，給新品打廣告，宣揚正確飲酒觀等幾種。可誰也沒想到，酒宴上消失的茅台代表的居然是一個時代的結束。什麼時代？全力賦能品牌的時代。茅台為什麼這麼貴？想必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。但就是在今天，曾被炒到3000元一瓶的飛天茅台正式跌破了1800元，散裝報價1780元，原箱報價1830元。中小經銷商風聲鹤唳，紛紛拋貨自救。一位小經銷商表示，自己进貨價在2100元左右，昨天以1840元出了40瓶，后卖不行呀，已經連續跌了10幾天，沒人知道底在哪，現在出虧的還少一點，但也有堅決不拋的，認為這只是一時的波動，長期看還是會回到2000元以上的高點。不少經銷商在傳，茅台酒廠已經開會了，準備在7月份減產以穩定價格，甚至2年前有經銷商公開喊話，1800元是茅台的底，不可能破。沒想到打臉來的如此之快，今天就破了。茅台價格跳水的直接原因是本月初開始實施的禁酒令，各地執行力度之嚴，超出大部分人的預期，以至於這一次的禁酒令被稱作史上最嚴禁酒令。官方報道稱，雖然公款吃喝基本絕跡，但是端起酒杯好辦事的錯誤思想並未絕跡。有些人公務活動時不敢喝，個人聚會上喝得面紅耳赤，午餐時不敢頂風喝，就在晚餐夜宵時補上。所以史上最嚴禁酒令在原有基礎上進行了升級，範圍從午餐擴大到了所有工作時間，品類從高檔酒水擴大到了所有含酒精的飲料。不僅如此，各地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還有加碼，重慶市抓到喝酒的就處分，北京違規會连带追责，貴州更直接開放舉報熱線，簡直刀刀砍在了茅台的大動脈上。其實這也不是茅台第一次被砍了，早在2013年限制3公消費時，他曾就被砍過一次。要知道，在此之前，据巨浪財經報道，茅台60%營收來自政務團購，失去了如此大一部分的收入，對於茅台酒廠的衝擊可想而知。面對危機，茅台酒廠率先提出向商務用酒、百姓用酒轉型的思路，效果是明顯的啊。2015年後，茅台酒便開始了止跌回穩，2018年後更是節節攀升，成了理財產品。企業家出門辦事，汽車後備箱放2箱茅台幾乎成了標配，其中的原因也不難理解。表面上看，政務團購從60%下降了5%，但實際上部分人該喝還是得喝，只不過喝酒的時間、地點和買單人變了罷了，变得更加隱秘了。商務宴請、企業公關以及通過特定渠道流入的人情酒、办事酒，成為了承接這部分需求的蓄水池。企業家後備箱裡的茅台，本質上仍是權力潤滑劑的變種，維繫着品牌與利益交換的紐帶。茅台酒這種權力、財富綁定的品牌形象，一方面推高了酒價和股價，另一方面也離老百姓日常消費越來越遠，以至於坊間流傳着買茅台的人不會喝，喝茅台的人不會買的說法。對於這種亂象，茅台酒廠豈能不知？董事長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呼籲，讓茅台酒回歸本質，回歸百姓。但這類聲音很快又被一輪又一輪的市場炒作所湮滅，直至這一次史上最嚴禁酒令的出台，算是徹底斬斷了引力的紐帶。個人覺得，一款酒能否成功，不是看喝着酒的人身份有多高，而是看能不能讓更多人喝到，提高普通人的生活品質。如果一味的束之高閣，變成理財產品，或成為某一類人的專享，就失去了白酒真正的意義。人類釀造白酒的初衷，難道不是讓人們在枯燥的生活之餘獲得片刻精神上的放鬆，讓人們在聚會時開杯暢飲，創造快樂的氛圍？所以從長遠來看，茅台酒價格跌跌不休並非是壞事，這個過程只是去除了附着在茅台身上的权力標籤、財富價值，推動其回歸到白酒的本質。未來茅台酒成功與否，將不再由一小撮人說了算，而是用能不能在老百姓婚禮、升學宴、壽宴上來看到衡量。這不僅是一款名酒的回歸之路，或許這也將成為中國高端消費品剝離特殊符號、重塑健康市場生態的一個標誌性開端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